耳机的扬声器和充电部分。这是左右耳的 PCB 小主板，这是耳机内部的2个扬声器单元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咱们试听拆解一副超便宜的开放式耳机，深圳英贝奇科技的 OpenFit。 这家公司2021年成立，主打高性价比的音频产品。这一款耳机只卖79元人民币，便宜的有点夸张。主打开放式设计，不塞耳朵，能听环境音，适合跑步、骑车这种不想完全隔绝外界的场景。咱们今天从外观到功能，再测音质，再做彻底拆解，值不值这79块？看了就知道了。喜欢我这种硬核内容的，别忘了给个点赞、关注，再投个币，你们的3连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包装到手，简装的风格，白色纸盒，蓝色图案衬底，正面耳机的整体渲染图，厂家的 logo OpenFit 的字样。打开盒子，耳机本体 USB-C 充电线，中英文说明书，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。耳机的重量很轻的，耳机带充电仓一起60克，单只耳机的重量仅7克，非常轻巧，戴上去肯定是无感的。耳机采用开放式设计，耳挂是软胶材质，柔韧性的话还行，手掰几下是没有问题的，耐用度的话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啊。耳机表面是亲肤磨砂质感，我这一副官方叫做轻雾米色，低调不花哨。充电仓椭圆扁平的造型，表面光面的涂层，手感的话比较温润。表面是英贝奇的 logo， 侧面工作状态指示灯，背面是 USB-C 充电口。79块的做工没啥惊喜，但是也很不错啦，够实用。下面我们来看看它的功能。这个 OpenFit 走的基本路线，蓝牙版本。这个版本的话，我们后面拆解看芯片。实际使用连接手机听歌基本是没有卡顿的。耳机的控制采用的是触摸的方式，触摸控制区域就在这一片，单击、双击、3击可以控制接电话、切割、模式切换，不花哨，但是这个功能也够用。耳机续航的话，单耳机可以有6个小时，配合充电盒一起可以有30个小时。我实际播放50%的音量，4-5个小时没有问题。还可以支持 APP 软件设置低音增强模式和人声增强模式，但是这2种功能不能同时开启。耳机内有语音播报，耳机处于什么模式，我们可以分辨得很清楚。这些功能的话，这个耳机79块其实也没有啥好挑的，功能也算是很丰富的了，性价比摆在这儿的，实用为主。音质是关键。这个 OpenFit 用的是13毫米振膜，我实际的听感给大家汇报一下。低频有点亮但不深，音乐类古典能听但不震撼，中频人声还行，高频偏毛不刺耳。我试了流行和轻音乐，细节一般，安静的环境效果好一点。通话双麦克风效果的话大家自己听，这段语音就是耳机麦克风录制。79块的音质中规中矩，开放式耳机中算及格，适合运动听歌或刷剧，别指望发烧级体验，毕竟是高性价比产品。音乐模式、游戏模式、音乐模式。
大家听完前面的音频试音，觉得这一个英佩奇79块钱的开放式耳机，它的音质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音质可以说是合格的水平吧。毕竟79块钱，大家也不要想多了。音频类的产品，1分钱1分货啊！你别想着100块钱的东西买到500块钱的音质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耳机把它全部拆开，让大家看一看它内部用料的情况。我们先把这个充电仓给它拆开，还是那句话，不要模仿我们拆解，拆了以后大家就会丢失保修，有可能也会把产品拆坏啊。这是盒子上盖上面的内衬部分，这里有一个磁铁进行盖子开合磁吸，这就是盒子的外盖，铰链是卡在这个底盒上面的。壳体的做工细节，内衬盖子的做工和细节，充电仓内部的电池、充电小板，电池粘在这一个泡棉上面，底盖上面一共5颗磁铁，这一颗用来吸附上盖，这4颗磁铁用来吸附耳机，卸掉充电小板上面的3颗螺丝。底盖的做工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充电小板，上面有4根弹簧粗针用来连接耳机，给耳机进行充电。我们现在对这2个耳机进行拆解。尾部这个小盖子里面还有一颗磁铁，用来吸附在充电仓里面。这个橡胶的耳挂它是卡在这一个尾部这个地方。抠掉耳机的上盖，可以看到耳机内部的 PCB， 这个是上盖部分，这个是可以导电的一个贴纸，用来触摸的时候感应操作。感应的电极在这个地方。再来抠开耳机的下盖，这是耳机下部分的盖体，内部这个小 PCB 是用来连接在充电仓上面进行充电的。拿出耳机的主板，电池通过双面胶粘在这个 PCB 上面，麦克风上面贴有黑色的泡棉，另外一个耳机耳挂上面也是一样的，有磁铁。抠开耳机的上盖，这一面的 PCB 是蓝色的。打开耳机的下盖，内部的布局跟另外一只耳机也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个是耳机的塑胶部分的做工和细节，大家看一下。耳机的小塑料件，耳机的扬声器和充电部分，这是左右耳的 PCB 小主板，这是耳机内部的2个扬声器单元。这个79元的英贝奇 OpenFit 它内部的电路怎么样？我马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是充电仓电路，这个是耳机的 Type-C 口，用于充电。适应 03BQ0 的 MOS 管，用于控制充电开关。这里还有一颗适应 09BQP 的6角芯片，配合这一颗电感组成充放电电路，2颗芯片都没有查到厂家。这个是耳机内部的一个电池，容量是300毫安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啊。这个是经过3C 认证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耳机 PCB 的电路，耳机内部的电池也是经过3C 认证的，单颗电芯的容量是40毫安。耳机的2块 PCB 的电路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一颗电池保护芯片适应 XBAD， 实际型号是 XB4302， 苏州赛新微科技出品，成立于2009年，专注于高集成度的电源信息管理方案。这是一颗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，具有过充、过放、过流等多重保护功能，确保电池的安全运行。耳机的蓝牙芯片适应 C1654D， 实际型号是 AB565X 系列蓝牙 SoC， 深圳中科蓝讯出品，公司成立于2016年，专注于低功耗、高性能无线音频 SoC。这是中科蓝讯24年底通过蓝牙 6.0 认证的一批芯片。AB565X 系列主打的就是高性价比，内置高性能32位 RISC-V 处理器，具有可编程上拉和下拉电阻的灵活 GPIO 引脚，支持 GPIO 唤醒或中断。贴片精正，规格24兆赫兹，用于给蓝牙主控提供稳定和精确的频率信号，保证蓝牙芯片的正常工作。左右耳机各配备一颗 MEMS 麦克风，用于语音通话拾音。2个耳机都有 LC 滤波电路，只用了1路，用于提升抗干扰能力和音质。PCB 的这一部分则是蓝牙天线部分，这一颗 LED 指示灯用于指示工作状态。耳机的2个喇叭单元采用的是13毫米的复合振膜单元。老铁们，聊到最后，我来给英贝奇 OpenFit 这款开放式蓝牙耳机做个总结。这个耳机的音质中规中矩，低音和高音都有，日常听歌、看视频没问题，适合对音质要求不高的朋友。它主打的就是2类消费群体，一类就是不想花大价钱买贵耳机的，79块钱的价格确实是挺实惠。另外一类就是用不了入耳耳机的兄弟，这款开放式耳机设计不塞耳朵，戴着不会不舒服，还能听到周围的声音，跑步走路用着都方便。内部用的是
深圳中科蓝讯的蓝牙芯片主打高性价比，连接稳定，延迟也不高，看视频听歌都还行。做工方面中规中矩，设计简简单单，但对得起这个价位。总的来说，79块钱买个日常能用的开放式耳机，性价比还是不错的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